绝世唐门47集，霍雨浩的秘密被穆老看穿，唐雅决定离开史莱克，前往天斗城去重建唐门。在玄老的带领下，史莱克学院的成员们准备返回学院。他们低调地离开星罗城，带着胜利的喜悦和荣耀，踏上了归途。这次大赛不仅锻炼了他们的能力，也加深了彼此间的友谊和信任。在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明德堂内，一位带队老师正向明德堂堂主汇报比赛的失利，并请求责罚。然而，明德堂主并未表现出愤怒，反而显得心情不错。他宽容地接受了失败，并认为这次的经历让笑红尘和孟红尘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开始主动要求闭关修炼。这在他看来是最大的收获。明德堂主提到了对史莱克学院的审判之剑的关注，以及对10万年魂兽化人胚胎的兴趣。他透露了对这次行动中某些收获的满意，尤其是对史莱克学院的学员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并对史莱克学院推迟学员交流的决定表示了遗憾。他怀疑史莱克学院担心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会对他们的学员不利。明德堂主对带队老师的表现表示了认可，但也提醒他不要让失败影响自己的判断。他用一脚将带队老师赶出明德堂，表明了对其的不满，但也给了他一条生路。随后，明德堂主独自进入了一个隐秘的禁室，里面有一个被称为封神台的木托，封印着一个强大的10万年魂兽胚胎。明德堂主对这团白色气流进行了观察，并直接与其对话，表达了对他力量的好奇和兴趣。他猜测这只魂兽的修为接近20万年，并且可能已经尝试过冲击瓶颈。明德堂主计划对这只魂兽进行研究，并考虑将其力量剥离出来，用于他的孙子，从而提升其力量。他对自己的计划显得非常自信，并期待在未来的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中与史莱克学院再次较量。与此同时，史莱克学院的院长们正聚集在学院正门，准备迎接从斗魂大赛中载誉归来的学员们。严少哲、仙灵儿、蔡妹儿、钱多多以及番禺等人都来到了现场，准备欢迎英雄们的归来。他们的出现显示了对学员们成就的重视和尊敬。当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返回时，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番禺老师特别激动，因为他的2个弟子和菜头与霍雨浩都平安归来。严少哲院长宣布，为了表彰他们在斗魂大赛中的表现，学院决定在海神阁发放奖励。海神阁是史莱克学院的核心地带，也是藏宝库，平时只有特定的人员才能进入，因此这份荣耀是极为特殊的。随后，众人乘船前往海神岛，那里是史莱克学院内院的所在地。海神岛的环境宁静而美丽，有着世外桃源的氛围。岛上的植被茂密，建筑雅致，给人一种神秘而庄严的感觉。霍雨浩和其他学员们对即将揭晓的奖励感到紧张和兴奋，同时也对海神岛的美景赞叹不已。史莱克学院的众人在严少哲院长的带领下，沿着小路来到了海神阁的所在地。这里是海神岛的中心位置，也是史莱克学院最神圣的地方之一。海神阁是一座古朴的3层小楼，褐色的木质结构透露出一种沧桑感，但在其平凡的外表下却隐藏着非凡的意义。当严少哲院长在海神阁门前停下，并称呼老师，向海神阁内的存在汇报时，众人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没有料到，严少哲院长的老师，一位可能具有极高地位和年龄的长者，仍然在世。随后，海神阁的外观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整座小楼被金色光芒所笼罩，仿佛是用纯金打造的一般。当他们接近海神阁时，海神阁散发出了强烈而温暖的金光，这金光不仅洗去了他们旅途的疲惫，甚至对沉睡中的徐三石产生了作用，使他苏醒过来。王东受到的影响尤为显著，他的左臂甚至完全变成了金色，显示了他与这股光明力量的特殊联系。在金光的沐浴下，众人都体验到了不同程度的好处，霍雨浩更是感觉到自己的修为有了显著的提升。这股光明力量的主人显然非常强大，甚至让霍雨浩体内的3大强者都感到了威胁，选择隐藏起来。随后，众人进入了海神阁，海神阁内部的古朴装饰与外部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里，他们见到了史莱克学院的4位院长和玄老以及番禺老师。此外，还有学院的宿老们，他们是学院的资深成员，对学院有着巨大的贡献。严少哲院长首先对戴耀恒和林洛尘在执行任务时的失误进行了批评，并给予了他们记大过的处分。他强调了作为内院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提醒他们要吸取教训，珍惜生命。随后，严院长提到了他们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中的表现。虽然他们在预备队中表现出色，但作为正选队员，他们的奖励会相对较少，以示功过相抵。谢谢院长。戴耀恒和林洛尘这才松了口气。如果处分计入他们在史莱克学院的档案之中，就将是他们一生的污点了。内院和外院弟子的区别在于，他们接受的资源和指导不同。内院弟子受到学院各种资源的倾斜，有着最好的师资力量指导，因此学院对他们的要求也更高。相比之下，外院弟子则没有这些特殊待遇，因此不能与内院弟子相提并论。这也是为什么即使他们是冠军成员，他们的奖励也远不如预备队成员丰厚的重要原因。戴耀恒和林洛尘在海神阁内接受了严少哲院长的批评，并得知可以准备内院毕业考核，这意味着
他们即将结束在史莱克学院的学业，开始新的人生征程。尽管他们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奖励，但至少任务算是顺利完成了。随后，严少哲院长转向剩余的队员，包括周老师、贝贝和菜头、徐三石、江楠楠、潇潇、霍雨浩和王东。周老师被提升为史莱克学院特级教师，并获得了海神阁藏书楼1年的借阅权，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其宝贵的奖励，因为藏书楼内收藏着无数珍贵的典籍和资料。接着，严少哲院长宣布了对霍雨浩7人的奖励，他们不仅获得了3块魂骨的奖励，学院还决定额外拿出3块魂骨，以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1块，并且是根据他们各自的能力特性精心挑选的。这份奖励体现了学院对他们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中所展现出的顽强拼搏精神的认可。然而，更让霍雨浩7人震撼的是，学院决定授予他们史莱克7怪的称号，并且是终身的。这个称号在史莱克学院乃至整个大陆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代表着学院对他们为学院所做贡献的最高荣誉。在此之前，只有极少数内院弟子因为对学院的巨大贡献而获此殊荣。这份荣誉不仅是对霍雨浩7人在斗魂大赛中所取得成绩的肯定，也是对他们未来潜力的期待。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将会被记入史莱克学院的历史，成为后人敬仰和学习的对象。这个称号不仅代表了他们在学院中的地位，也象征着他们未来的责任和使命。严少哲院长强调了这份奖励的重要性，并且说明了海神阁会议为了这份奖励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和投票，最终由阁主确定的。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即他们的功绩不会对外宣传，以保证他们在学院中的正常学习和修炼不受影响。贝贝作为队长，对于终身这个词汇的含义进行了询问，严少哲院长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即这个称号将伴随他们一生，并且只要他们中还有1人在世，史莱克7怪的称号就不会授予其他人。这进一步强调了这个荣誉的独一无二和终身性。海神阁主穆老对新晋的史莱克7怪们表示了高度的赞扬，并对他们的未来寄予了厚望。穆老强调了他们所获得的成就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努力，并提醒他们要继续维护史莱克7怪这一荣誉称号的荣耀。他还特别提到了贝贝、徐三石、江楠楠和菜头4人的修为已经达到了魂宗级别，并允许他们在本学年结束后直接进行内院考核。穆老的声音中透露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他宣布了对霍雨浩、王东和潇潇的安排，让他们留在海神岛上跟随自己修炼。同时，他也对其他队员的指导老师提出了要求，并指出如果内院考核不通过，老师们也将受到惩罚。随后，穆老让其他人离开，只留下了霍雨浩3人。在一番交谈后，穆老以温和的态度缓和了3人的紧张情绪，并透露了自己的身份。他解释了自己在新生宿舍楼门前躺着的原因，并表达了对霍雨浩礼貌问候的赞赏。穆老接着带领他们进入了一个宽阔的厅堂，并解释了海神阁的由来。原来它是从一株黄金树雕刻而来，这株树对史莱克学院有着特殊的意义。最后，穆老分别指示王东和潇潇进入不同的甬道进行修炼，并告诉霍雨浩在修炼结束后会有答案。王东是第一个抵达目的地的，他站在右侧第1条甬道，面前是一扇木质的门，这扇门似乎就是穆老所提到的那种用黄金树木制成的。他抬手推门，门似乎只是轻轻的虚掩着，一推之下，门便打开了。王东、潇潇和霍雨浩3人在穆老的安排下，分别进入海神阁地底世界的特定房间进行修炼。这些房间被设计来适应不同武魂种类的修炼需求，提供了一个适合深度冥想的环境，有助于魂师的修炼事半功倍。王东进入的房间充满了浓郁的光明气息，这些光明元素是由金黄色的树根所释放，他很快就进入了深度冥想状态，光元素自然而然地向他体内涌入。在这个过程中，穆老通过心灵交流向王东传达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告诉他要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潇潇进入的房间则有一口大钟，他感到了一种沉重的压力，但具体的修炼体验并未详细描述。霍雨浩的体验则最为特殊，他进入了一个漆黑的房间，里面布满了奇异的骨骼，这些骨骼散发出黄色的光芒，给人一种强烈的精神压力。霍雨浩在穆老的引导下开始探索精神力的本质，并与穆老进行了精神上的交流。穆老询问霍雨浩关于精神力的理解，霍雨浩回答说精神力就是意念。穆老进一步询问为何他选择了灵眸作为主武魂而非冰辟邪，霍雨浩解释说希望积蓄力量，为冰辟邪武魂附加更强的魂环。穆老似乎看穿了霍雨浩的秘密，提及了他的冰辟邪第1魂环是10万年层次的，这令霍雨浩感到震惊和紧张。穆老对霍雨浩的第2武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揭示了霍雨浩拥有的可能是冰碧帝黄蝎的力量，这是一种在极北之地极为罕见且强大的魂兽。穆老不仅对霍雨浩的武魂特性有着深刻的理解，还亲自前往极北之地进行研究，展现了他对霍雨浩的关心以及对事情真相的探求。穆老的分析让霍雨浩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但也意识到穆老并没有恶意。穆老表示他对霍雨浩身上的特异之处感到好奇，并且愿意倾听霍雨浩的故事，但并不会逼迫他说出自己的秘密。穆老的信任和开明让霍雨浩感到安心，并承诺不会让穆老失望。同时，
穆老也对霍雨浩、王东和潇潇的修炼环境做了安排，让他们在海神阁的地底世界中进行深度冥想。这是一个专为内院弟子设计的修炼机会，他们能够在这里获得宝贵的修炼经验和心灵上的指引。在海神阁的地下大厅中，严少哲和仙灵儿就霍雨浩的情况进行了讨论。严少哲担心霍雨浩可能是敌方派来的奸细，而仙灵儿则对霍雨浩的忠诚和能力表示了信任。穆老最终拍板，决定信任霍雨浩，并认为他的潜力和对学院的价值很大。穆老还提到了学院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包括本体宗的出现和即将到来的不平静时期，提醒严少哲和仙灵儿要加强戒备。而另一边，唐雅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孤独和沉思之后，决定离开史莱克学院，前往天魂帝国的首都天斗城去重建唐门。他的这个决定充满了坚定和决绝，即便面对贝贝的劝说和不舍，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主意。贝贝和唐雅之间的情感深厚，贝贝比赛归来虽然给唐雅带来了惊喜，但同时也让他更加坚定了离开的决心。唐雅对唐门的忠诚和对贝贝的感情构成了他内心冲突的核心，他不想成为贝贝的负担，同时也希望能够为唐门的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贝贝在了解到唐雅的决定后，虽然心中充满了不舍和担忧，但他也理解唐雅的性格和决心。他提出每年假期都会去找唐雅，显示了他对唐雅深深的情感和支持。唐雅的计划是回到天魂帝国，联系唐门的旧部和故旧，为唐门找一个落脚的地方。他的目标是重建唐门，找回唐门昔日的辉煌。